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如果你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变化，会发现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科技发展的速度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快。人工智慧、量子科技、太空探索，让人类文明看起来似乎正迈向一个全新的时代。但与此同时，许多人也开始谈论另一种变化，不是科技的进步，而是意识的转变。在许多灵性与哲学的讨论中，有一个词逐渐被提起，那就是新地球。所谓的新地球，并不是地球突然移动到宇宙的另一个位置，也不是突然形成一颗新的星球取代了现在的世界。更多时候，它指的是一种集体意识状态的改变。换句话说，人类文明正在从一种以恐惧、竞争与分离为主的意识模式，慢慢转向一种更高频率的状态，更降的觉察、更深的同理心以及更强烈的连结感。有趣的是，在许多古文明的传说中，其实早就出现过类似的警示。例如最广为人知的传说文明亚特兰提斯。关于亚特兰提斯的故事有许多版本，但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那是一个科技极度发达的文明。然而科技的进步并没有伴随同等程度的意识成长。当力量远远超过智慧时，文明本身反而变得脆弱。最终，这个高度发展的文明走向了毁灭。如果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比喻，一个文明其实就像一个复杂系统。科技、社会结构与人类意识就像系统中的不同能量场。当这些能量场彼此协调时，文明能够稳定运作。但如果其中某个部分过度膨胀，而其他部分无法跟上，整个系统就可能失去平衡。而有些灵性研究者认为，今天的地球正站在一个类似的关键时刻。科技正快速发展，但人类的意识是否能跟上，仍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位催眠治疗师提出了一个相当特殊的理论。他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之间，有许多灵魂选择来到地球。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生活，而是自愿参与一项任务，那就是帮助地球提升集体意识的频率。而这些灵魂，他称之为志愿者 （volunteers）。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是美国催眠治疗师朵洛丽丝·坎南 （Dolores Cannon）。在他的著作《三波志愿者与新地球》中，记录了多年的催眠研究与个案回溯，他逐渐整理出一个相当特殊的理论。他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有许多灵魂并不是单纯的转世到地球，而是自愿来到这里，参与一个更大的计划。他将这些灵魂称为志愿者。而根据他的说法，这些志愿者并不是一次大量出现，而是分成3个不同世代，在不同时间点来到地球。每一波志愿者都有不同的特质与任务。第一波志愿者大致出生在1940年代末到1960年代，是最早来到地球的志愿者灵魂，适应最困难。他们对人类的混乱与暴力感到惊恐，不适。许多人感到迷失，渴望回家。这一群人常被形容为某种开路者。这一波志愿者从小就会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并不真正属于这个世界。他们对权威体制、竞争文化、暴力斗争或社会既定的成功模式往往感到格格不入。有些人甚至会经历强烈的孤独感或存在困惑。在这个理论中，第一波志愿者的任务是打破旧有的意识模式。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像是一种冲击，让社会开始质疑那些长久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观。接着出现的是第二波志愿者灵魂，他们大致出生于1970年代到1980年代。这一批志愿者适应的较好，多作为观察者而非参与者。
他们像能量通道或导管，主要任务是纯粹的存在于地球，传递高频能量，个性较不喜与人打交道，喜欢独立工作。与第一波志愿者相比，第二波志愿者通常更容易融入社会，但他们往往具有一些明显特质，例如高度的同理心或对他人情绪特别敏感。许多人会自然走向疗愈、教育、艺术或协助他人的领域。在这个理论中，第二波志愿者扮演的是一种桥梁的角色。如果说第一波志愿者是打破旧结构，那么第二波志愿者的任务就是稳定并扩散新的意识模式。透过与人的互动，他们逐渐把更多理解、关怀与觉察带入社会。而第三波志愿者灵魂，则是较晚出生的新世代，大致出生在1990年代以后。也有人称他们为新世代灵魂小孩，包括靛蓝小孩、水晶小孩等等。带着更先进的 DNA 和高能量来到地球，他们天生适应地球生活，旨在帮助人类完成能量转换。这一群人常被描述为思维开放、创意丰富，而且直觉能力特别强。他们对权威体制往往没有太多既定包袱，也更容易接受全新的世界观。在这个理论中，第三波志愿者象征的是新文明的种子。如果说前两波志愿者是在为改变铺路，那么第三波志愿者的角色就是将新的意识模式真正落实在未来的社会结构之中，为地球带来光与爱，以维持地球的平衡。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波志愿者并不是单独运作的群体，而更像是一种世代分工。第一波志愿者负责打开裂缝，第二波志愿者负责建立桥梁，而第三波志愿者则负责让新的文明开始生根。在这个理论里，他们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协助地球的集体意识完成一次关键的转变。当这个理论逐渐被更多人讨论时，也有人发现三波志愿者的描述似乎与另一类在灵性圈中广为流传的概念非常接近。例如，许多人可能听过的靛蓝小孩或水晶小孩。所谓的靛蓝小孩，通常被形容为对权威体制较为叛逆、直觉强烈，并且对旧有社会模式感到不适应的一群人。而水晶小孩则常被描述为情感敏锐、同理心强，并带有某种疗愈特质的新世代。如果把这些描述与三波志愿者的理论放在一起观察，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也因此，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些不同名称其实可能是在描述同一种现象的不同版本。在更广泛的灵性文化中，人们有时会用新世代灵魂来统称这些群体，而在另一个更科幻式的叙事中，则会称它们为星际种子。这些名称背后的共同点是一个相似的想法：有些灵魂可能带着特定的使命来到地球，参与人类意识转变的过程。当然，不同理论之间的细节差异其实非常多，也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在接下来的影片中，我们也会逐步探讨这些概念背后的不同说法，例如靛蓝小孩、水晶小孩，以及后来陆续出现的彩虹小孩、黄金小孩，甚至钻石小孩等不同分类。同时，我们也会深入解析星际种子，这个在近年越来越热门的概念。或许在这些不同名称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人类正在试图理解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地球真的正在经历一场意识的转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一些人正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那么，如果这些志愿者灵魂真的存在，他们究竟是如何帮助地球提升意识的呢？在朵洛丽丝·坎南的描述中，志愿者的任务其实并不是建立新的宗教，也不是要拯救世界。更准确地说，他们的作用
比较像是一种意识层面的影响。在许多灵性理论里，人类的思想、情绪与信念被认为会形成某种看不见的能量场。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恐惧转向理解，从对立转向合作，整体社会的氛围也会随之改变。在这个理论中，志愿者灵魂的存在就像是把一种不同的意识模式带进人类社会。例如，他们往往更重视同理心与连结感，更容易思考生命的意义与内在成长，也更倾向用合作而不是竞争来看待世界。当这些价值逐渐扩散时，人类文明的运作方式也可能慢慢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志愿者并不是透过某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世界，而是透过意识的扩散效应。如果用一个科学隐喻来理解，这有点像是神经同步 （neurosynchrony）。在神经科学研究中，当大量神经元开始同步活动时，大脑就会出现新的整体状态。也有人把人类社会想象成一个更大的系统。当越来越多人的意识状态开始转变，整个群体的心理结构可能也会产生某种协同效应。另一个常被提到的比喻是共振。在物理学中，当一个系统产生共振时，微小的能量也可能被逐渐放大。如果把这个概念用在文明层面，那么当越来越多人开始进入更高的觉察状态，这种状态就可能在人群之间产生某种扩散。在这样的观点里，志愿者灵魂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是为了帮助人类文明慢慢走向一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一种科技与意识能够更加平衡的文明，也就是许多人所说的新地球。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三波志愿者灵魂的理论其实提供了一种有趣的视角。如果地球真的在经历一场意识层面的转变，那么不同世代的人也许正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有些人负责打破旧有的价值结构，有些人负责建立新的连结与理解，而有些人则可能在未来的社会中逐渐把新的意识模式落实为新的文明形态。在《与神对话》这本书的对话中，也曾提出一个类似的观点。书中提到，一个文明能否长久存在，并不只取决于科技或物质发展，真正关键的其实是整个文明的意识水平。如果力量与智慧之间失去平衡，文明最终可能会走向自我毁灭。但如果人类能够在科技进步的同时，也提升对生命、对彼此以及对宇宙的理解，那么文明的发展方向或许就会完全不同。或许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关于新时代灵魂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不同理论对这些灵魂有着不同的描述，也提出了各种可能的使命与来源。也许其中有些只是象征性的说法，也可能有些正在试图描述一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现象。但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些理论，有一个问题其实值得每个人思考：如果人类文明现在真的站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又会如何选择回应这个时代？或许新地球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出现的新世界，它更可能是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做出不同的选择时，逐渐诞生的一种新的文明可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